天启城。爹爹，我想要那个。哎呀，不能吃了。给我买嘛。不能买。给我买。你听话。我想吃那个。吃多了心痛。就要，我就要。给我买嘛。不行。坏爹爹，臭爹爹，爹爹给我买嘛。不可以。爹爹给我买。好好好，给你买，给你买。爹爹，这天启城好热闹，比我们无尽城都热闹得多。行，天启城乃天下4城之首，极尽世间之繁华，自然是我们那里不能比的。那我们今天都要去哪玩啊？东面有一处钦天剑，里面的天师可手摘星辰，问道吉凶。爹爹带你去求一把可驱邪祟的桃木剑。西面有一处学宫，里面住着天下第一，爹爹带你去拜访一下，或许以后有机会拜入门下。天下第一？爹爹，你不是剑道第一吗？凡事之天，爹爹伸手可触，但是学堂之内，才是天上之天。好爹爹，好爹爹，爹爹真好，爹爹真好。宗主，苏沐雨从碉楼小筑离开后，又去了千金台学堂，不过他没有进入学堂，眼下正在往青天殿走去。不用再等了，找到他，让他来影宗见我。是。暗河的鬼也敢来此处造次。请早，请进，还是还请国师明示。看来国师并不欢迎我。哟，请问贵客有什么需要？要见上访，再来一桌好酒好菜，我要招待客人。好嘞，楼上请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已经很晚了，终于来了。这是一份邀请。哼，这是邀请我们去赴宴？你只来了1日，可整个天启城的重要人物都知道你来了。正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来了，所以今夜任何人来寻我，他们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在他们眼中，你不过是想要知道我来天启城的目的，前来探寻的一员罢了。哼，你很聪明，对于我们来说，
你若现身，我们是第一个要来寻你的人。因为天启城的暗处，由我们来守护。听闻暗河苏家主剑法举世无双，我练的也算是剑，想试一试苏家主的本事。我的剑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试，至少你得在我面前握住自己的剑。这便是传说中执三鬼的厉害，终于见到了。天启城影宗第一护卫团，鹰眼，站在暗河背后的是影宗。我是鹰眼首领乌鸦，奉宗主之命前来见你。我已经在外面等了许久，有很多人经过了这里，但都没有上来。看来暗河执三鬼之名，仍对他们有几分震慑。不过影宗前来寻我，也似乎合情合理。毕竟你们护卫的是黑夜中的天启，方才你说奉宗主之名，影宗宗主义不？宗主的大名，不敢直呼。洛清扬的师傅，我知道的。洛师兄之名在我们影宗已经是一个境界了。接下来，今夜便到这里吧。你何意啊？今夜我想知道的，仅仅是你们的身份，至于其他的，明日再说。影宗，看来需要欠个人情了。这已经是13批伏击之人了。有人想拖延我们入天启的时间。是暗河，我收到传信，苏沐雨已经一人先行入了天启，他应该是趁着我们还未至，另有所图。哼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要太小瞧暗河。苏长河和苏沐雨，我可是对战过的，那可是两个了不起的年轻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倒是希望他们两个才是我们的同伴。水官，此言何意啊？天启城的影宗已经没落了，而如今的暗河充满着希望，不是吗？愚蠢！暗河不过是被别人握在手中的剑罢了。行了，速速赶路，今后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切莫乱说。他们不想做执三鬼和送葬师，只想做苏长河和苏沐雨。其实我也一样，我想做的只是苏恨水，不是水官。谁传来的信啊？你的苏沐雨喊我去办件事。哦。不是说第2日来，我等你多日了。第2日是你们定的，我们想哪一日来，便哪一日来。3日之后，宗主请你赴宴，悄悄的来，不要被任何人发现。
大家长，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？这一次是要去那黄泉当铺中的事务？带你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摆渡之人。公子又来了。红英，你每日在此摆渡，黄泉当铺给你多少银子？想不到公子还记得奴家的名字。奴家在这里替人摆渡，不收银子，只等一个有缘人。那我旁边这位，可否做你的有缘人？大家长，你这是要把我卖了呀？公子可知，奴家所说的有缘是何意呢？你叫红英，红姓在这世上很少见，可是你的姓氏？奴家没有姓氏。今日之后你便有了，你姓穆，他是穆家家主，便是我说的有缘。暗河大家长，要抢我黄泉当铺的人，那间屋里的东西自己挑选足够的筹码取走，但红英归我了。他们给你的令牌是假的，真的还在影中。那边先欠着，等我取回真的令牌，你再去取筹码。一言为定。姑娘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穆家之人了。原来尹宗的敌营是琅琊王小若风，他召集的天启寺守护和内卫司夺走了尹宗的权利，所以当时尹宗给三官下了命令，让大家长亲自出手对付唐娥老爷，也是为了引唐灵月离开天启城，再借我们之手除去唐灵月，替他们抹去一个劲敌。天启城的这趟浑水，比我想象中更麻烦。你的身份，这样日日从那里撕离，难道就不怕被琅琊王他们发现吗？许多人都知道，我不甘心留在荒岭。若是我每天都老老实实的待在那儿守墓，怕是他们才最是担心吧。话说回来，宗主，那投名状近来如何了？你就让大皇子殿下等着瞧吧。我会利用好暗河这把刀，来帮我们杀掉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好，宗主有这份自信是好事儿。何日与那纸伞鬼相见呢？3日之后，他便前来赴宴。那现在来的这道剑气，又是属于谁的？剑气强绝，杀气却是暗藏，一柄凶悍至极，一不留神便会反噬己身的剑。孙无虞，你大胆！你便是苏沐雨，很好。我约你3日后来见，你今日便来，为何呀？此行来此，不是尹宗找我们暗河，而是暗河来找尹宗。你想3日后见，而我想今日便见。你与传说当中的苏沐雨不太一样。传说中的我是如何呢？传说中的苏沐雨，比起一个杀手来，更像是一个剑客，性格温和，待人有礼。可是你一来，便要拔剑，一开口，便要反客为主。如今暗河已无杀手，我身为苏家家主，自当需要强硬些。不过此处还是易宗主的府邸，我仍是客，不请自来，的确有些冒昧。若主家不欢迎，我也可离去。原本3日后，苏家主能吃得上斋月楼的见天宴，可惜了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总得有待客之道。乌鸦在，
通知厨房多备几个菜，我要与苏家主谈事。多谢。来，苏公子，请。苏公子一定还在困惑，暗河和影宗原本并没有什么联系，可是如今却忽然之间好像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暗河的任务都是提魂殿下派的，我们一直认为是江湖上有人出了高价找提魂殿下了杀人的单，却没想到是影宗下派的。要说起这段往事来，就要追溯到北离开国的时候了。这可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啊！可如今执掌暗河的苏昌河，以及我，和几百年前的影卫团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知道，你们是无名者，身上流的并不是暗河的血。你错了，如今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家人，而我们要选择自己的路。还是太年轻了，看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比如说万卷楼。万卷楼，没错，就是万卷楼。暗河几百年来都归属于影宗，常人无法寻到的暗河的宗门地址，暗河遍布于天下的各大诸朝基地，还有你们的真实身份，你们每个人的武功和弱点，以及画像，都藏于影宗之内。一旦你们叛离，那这些信息便会出现在江湖之上，身上沾满鲜血的杀手们，放眼望去，这个江湖上全是你们的仇家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都将成为被追杀的对象。我知道，你们一定会以为，如今的影宗空占着一个国丈爷的名号，在这天启城之中，早没了当年的威风，连暗河都不如，又有什么资格做暗河的主人呢？可是，只要我愿意，我便能毁了暗河。你们想重新建立一个暗河，想要从头开始，可是年轻人有志向是好的，可是有的时候也应该停下来，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。你们真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年轻人能够反抗影宗100十年来的控制吗？说出你的条件。让你们来天启城，是需要你们帮我杀人。谁？琅琊王萧若风。暗河是替萧氏皇族扫平江湖的影子，而影宗则是暗中护卫天启城的影子。那么天启城中的事，应与暗河无关。琅琊王身为萧氏皇族，刺杀他，违背二者所护卫的理念。这个任务不是影宗应当做的，而是宗主的私心。既是私心，那便需要交换筹码。你想要什么筹码？你方才说的那些，都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暗河和影宗从此以后无关。看来今天我们只能谈到这儿。乌鸦，送客。
宗主比我更清楚，你要我们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。琅琊王是北离军务第一人，朝堂之上，皇帝倒让他3分；江湖之上，他是雪月城城主百里东军的师兄。杀了他，得罪整个天下。我不觉得你能够和我谈条件。如果关于暗河的消息散布于江湖之上，那么无路可归的我们，会将天启城作为我们的第一站。或许天下人容不下我们，但我们会让尹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如果关于暗河的消息散布于江湖之上，那么无路可归的我们，会将天启城作为我们的第一站。或许天下人容不下我们，但我们会让尹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真是不错的年轻人，有魄力，很聪明，武功也很高。他方才一进来，就察觉到了你的存在。你没有刻意的隐藏你的气息吗？不，我在他进来之前，就用了绵息功，彻底隐藏住了自己的气息。他武功很高，年纪轻轻就超过了上一代苏家家主。想要控制住他们，影宗今日的表现，看来殿下是要失望了。一博，多拿出些本事来吧。此地便是万卷楼了。整座国丈府中，守卫最为森严。若要进此楼，必须提前引开这些高手。哲叔，你来了。我在来的路上收到了你给大家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杀琅琊王。琅琊王在过去的暗河中，就不是我会接的杀人单，更何况他还是萧氏皇族3代以来第一人，又岂是那么好杀的？那你想啷子办？先假装与尹宗谈条件。万卷楼是必须得去一趟的，我们要找到能将尹宗一击击溃的办法，这样才能调走尹宗的大部分势力，进入万卷楼，毁掉所有有关暗河的卷宗，让暗河成为那个生于江湖、长于江湖的组织。
义布想利用我们来杀琅琊王，说明他怕了。我们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借助琅琊王的力量来灭了尹宗。本以为九霄城那一战便会是终点，不知道度过这次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下一个阻碍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，更何况你有一个喜欢纷争的好兄弟。他什么时候来？天启城中的一切，我已经派人告知于他，他做好应对之策，便会入天启。见臣子，哎呀，那我们就静等几日。比起我们，尹宗那帮家伙肯定是坐立难安。难得来趟天启城，正好带你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转转。天启城中最知名的地方，这些日子我倒是都转过了。你去过哪去？千金台、青天剑、问天石、龙起源，甚至还去了学堂。哎呀，停！这都是些什么破地方啊？这都是天启城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哦呸！天启城里头最有名的地方，那当然是皇宫。教坊是。苏山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去找苏沐雨，要不要一起？沐雨啊，来了天启城，也不晓得来这该逛逛。我不识路。有理，这种地方一个人来啊，总是容易迷路的。酒不醉饮，饮自醉啊。哲叔，你什么时候这样喝酒了？这样显得很风流啊。为何你官话又突然变好了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哲叔，我们接下来去拉猎。百花楼上百花开，百花开尽美人来，这也是棵百花楼啊。哲叔，我算是被你摆了一道。你来之前也没和我说这里是。公子，美人的这杯酒一定是美酒啊！公子。哲叔，那接下来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走。这位公子是第一次来吗？是。这般如玉的公子莅临百花楼，向来是予取予求的。今日公子你啊，无需花1两银子，便可以在这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不知公子想要做什么呀？我方才已经说了，我想走。公子你要走，但你旁边的这位叔父似乎不想走呢。沐雨啊，来都来了，尽情享受。不如你就进去听曲啊。我呀，不怕公子你喝最贵的酒，找最漂亮的姑娘，但就怕你听曲儿。上一次来我这儿听曲儿的，还是雪月城的3城主司空长风，那可是带走了我阁内最赚钱的姑娘呢。说笑了。不过公子，今日这外面也不曾下雨，不知你为何要带把伞呀？
我猜，这是公子你的武器吧？啊，此处听取，不得邪气入阁。我帮你拿到嘛。哟，二爷来的正好，快来帮我照看一下这位新朋友。嘿，好说好说，请。干嘛？请吧。来来来，坐。嘿嘿。哎呀，在下千金台涂婉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啊？苏沐雨。沐雨，好名字，好名字呀！嘿嘿嘿。执伞鬼苏沐雨，今日在此只是苏沐雨，并无执伞鬼。啊，莫担心，我也是来听曲的。啊，苏公子真是好雅兴。也不知道苏沐雨那个家伙现在在做些什么。小秋，再来一杯！来来来，共饮此杯。听下去，这真好，是真没白来。二爷常来听曲吗？啊，以前是常来的，当年可是国手风姑娘坐镇其中。自从风姑娘走了之后，就许久没来了。现在抚琴的是婉儿姑娘，听朋友说琴音并不逊色于风姑娘，我便来听听。感受如何？虽然在我心里依然是不及风姑娘，但确实已然算得上是不凡了。苏公子觉得呢？对于乐律，我也只是欣赏罢了，并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别人。我听罢再聊，不然婉儿姑娘要生气了。看来这个传言中的顶级杀手，并没有那么恐怖，竟还显得十分友善。也不知是那传言过分夸大了，还是实际当此人拔剑之后才会化身恶魔。罢了罢了，我还是先听曲儿吧，一会儿找个机会溜走。你是上哪儿带来了这么个俊秀的小郎君啊？还好生勇猛，巧把我们这儿姑娘的魂儿都给勾跑了。是我一个小兄弟，想检验一下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男人。怎么？那在我这楼里逍遥快活的，就一定不是可靠男人了？哼！你检验一个男人做什么？哦，忘了和你讲了。我已经找到我的女儿了，那感情是好啊，这不是你这些年来最大的心愿吗？是啊，但我这个女啊，应得这个小子之后，我总感觉他喜欢上他了。这个小子呢，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其他方面都可靠得很，就是在这个男女之情上面，我是半点不了解。那这小子算是通过你的考验了。哼，来到这个姹紫嫣红的百花楼，只想到听曲。现在我倒是放心了。但我看呀，这小子怕是一生凉薄的命。你不是也讲我是会死到这半路上的鹰？我现在不是好好的。哼，还有了个女儿。我们的家族啊，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。
这个小子一定可以改变俺所贝的命运。那如此说来，我们是否该好好庆贺一番呀？来，来，我敬你。我这儿啊也有姑娘，专喜欢你这样的英雄。反正你已然是个官夫了，通不通过考验都没关系。哼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成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。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成河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
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多亏死了，17号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巡逻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我也在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窟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花木回绝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。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63号、63号。
了，木秋兄啊，生这么大的气。穆子哲，你明知这二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两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三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则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之，刀剑隔世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压入局。我呀！要破八劫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打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阵之口。
是我们2个人了。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，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救我的姐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啊！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